成了！恭喜师傅，这简直是阎王殿抢魂的妙计啊！与起死回生合一。10年心血，终可破我霍氏族人35必死之阵。这叠纸便是我霍氏血脉的命数。师傅，全天下的病患都会拿着金山银山来求你这泼天的富贵。住口！我霍家悬壶济世，岂容你沾染铜锈？随我行医10年，连医者本心都忘了。弟子知错。苏雨，你为何？我招你清高，我要那黄金万两，世人叩拜。今日起死回生的神迹，该姓苏了。你看这个窝囊样！霍昭，毕竟你是个乡下来的私生女，就是也配进我霍家的庭园。我没死，竟然还魂穿到了跟我同名同姓的小女娃身上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虽为私生女，放开！但也是霍家血脉，轮不到你一个晚辈撒野。你敢动我，我爸不会饶过你的。哥哥！水深不过5尺，淹不死你。好好学学做人。少爷，救我！私生女就是没教养。我是霍家长女，即便是庶出，何时轮到你这奴仆来教训？不过是外室的一个野种罢了。在这个家里，你连大少爷养的一条狗都不如。你想干嘛？那我就教教你何为尊卑。干什么？现在可清楚了？你敢打我？这是我的脸，我成了霍氏先祖。霍昭，好大的胆子！他们就是我霍家后人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霍氏族人血脉遗传之病可解，苏颖在何处？你在说什么疯话？当着霍家先祖的面提那个苏隐，大哥刚过50就缠绵病榻，时日无多。你这个时候提起苏隐这个死人，是想咒我霍家家主不成？爸，我着他想淹死我！对自己的亲弟弟下这样的狠手，你给我滚去祠堂抄家书，抄到认错为止。原来500多年前，我灭丧苏隐之手，想偷走遗书，被霍氏族人拼死阻拦，才搞得那遗书残缺。自此，霍家靠着留下的那半份遗书，对族人进行医治，虽改变了35必死的作用，可性命也只能延续到50岁。幸而老天又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霍家，我来救。霍昭，跪了1天1夜了，你知道错了吗？霍昭不知何错之有。你对自己的亲弟弟动手，差点把他给害死，你却还说不知何错。要不是你乡下那个妈死，我才不会把你接回霍家。霍氏祖训名言：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自先祖立归以来，更无养外室之意，更无抛弃弃女之为。究其缘由，你才是万恶之源。你重新编了一个人。二爷不好了，苏家给家主送了1口粥，你快去外面看看吧。什么？我们苏家先闻霍家家主已年满50，即将病故，感到悲痛，特送此物以示哀思。
我家家主还在，苏家这是送终上门，这是存心诅咒我们霍家。只是大家都知道，你们霍氏族人因为有遗传病，活不到5，提前送这些东西，是我们苏家的一片心意。我霍氏与你们苏氏100年来势不两立，拿着你们的东西，滚出我们霍氏的地界！霍家家主逝世，那是早晚的事儿。你们霍家还有人能扛起这100年世家的担子吗？我们苏家家主看在你们霍家是医学世家的份上，愿意接手霍家的招牌。从此以后，苏家家主接手霍家的医术管束，也是一桩美事。闪开！这小丫头，你往我身上泼的什么东西？我弟弟养了只叫来福的狗，这是他新鲜的，夜来香。狗尿，竟敢往我身上泼狗尿！你滚回去告诉你们家主，我霍家的医书就算化成灰，也不会落到你们苏家的手里。都给我等着！你们的家主死了，我家改成姓苏了，我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！我们走。大哥都躺了3个月，霍氏撑到我们这一代，是气数已尽了。反正都逃脱不了50岁就要死的命运，何必再守着霍家这块招牌？要是当年霍氏先祖霍昭那半分医术没有被苏家偷走，我霍家也不会遭此奇耻大辱。反正都要死，不如这几十年呢，活得轻松点。回去洗洗睡吧。霍家家主的命，走，我能救。就你，连霍家医馆的门都没进过，也敢说能救我爸？霍昭，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是不是还没跪够？他刚回霍家没多久，就想着靠说大话博关注。这都说外室生的孩子心思多，看来啊是真的。霍家世世代代遭受遗传病困扰，虽医者不能自已，让我看一下。但霍家先祖即使寿命短暂，没什么问题，也不遗余力拯救苍生。懂了吗？祖辈的风骨，世代相传。有了。我绝不会让霍家就这样走向消亡。这孩子与之前传闻中的模样判若两人，身上的气场与韧劲，竟不似一个刚成年的姑娘。这倒是个有骨气的，可惜方向错了。要想根治这个病根，需透营转气，解毒泻浊，以正固脱，不出3月便能药到病除。霍家全家百乱等死，唯一一个有霍家风骨，却成了这样。老天这个时候让我挂了，说明我霍家命不该绝。成了，成了！住手！你给我爸做了什么？家主，大哥，这都是你干的！你，二哥，你看看你的好女儿，她这是要害死大哥呀！大哥要是走了，到时候霍家就完了。霍昭，我爸每天承受着五脏俱裂的痛苦，你为什么还要折磨他？为什么？上回你对弟弟动手，我只当你是天性善毒，缺乏管教，没想到你现在是变本加厉，敢对霍家家主动手，是不是对霍家心存怨恨，想一个个害死我们呢？你们身为霍家后代，竟如此无知！霍家如今的绝路不是病，是人。你们个个学医，连他刚刚吐血的缘由都不知道是什么。你们读的医术，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教训起我们来了啊！好啊，我就容不下你，明天一早你就给我收拾东西蛋！等等，家主的脉象确实比之前有力了些。真的，大哥的气息确实平稳了不少，心头淤血清除，自然气顺了不少。你这小小的年纪，从没学过医术，你这怎么懂这些呢？因为我是霍昭。这些天大哥如此痛苦，
我们想了无数种法子，都没有办法缓解。难道他真是霍氏老祖，霍昭附体？怎么可能啊！大哥屋里啊，这么多研究我们霍家遗传病的医书，肯定是被他随手一试，哎，蒙对了。是啊，姑姑，你好歹是个学医的，竟然相信附体这种事情。可是这世上除了霍昭那部医书能救霍家，别无他法。我说过了，我能救霍延清。你到底想胡闹到什么时候？霍家家主的性命，是你一个小丫头能插手的吗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哼，会被人笑话死啊！被困在这具身体里，说这些确实难以让人信服。但霍家家主的命不得不救。既然霍昭的医书是唯一能救你们的法子，说我能补全另外半部，你们是否会信我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可以补全？大嫂，你真要看着他胡闹吗？大哥现在是大限已至，我们就不能让他清清静静的离开吗？是吗？如果他一个孩子都能把手稿完成，这简直是霍家之耻。这可是唯一能救你们的机会，你确定要放弃？信你能救霍家，我还不如信条狗会说话。我也真是糊涂，她一个丫头，怎么可能做到？你现在这是关心则乱呐！行了，我看你别等明天了，我现在就把他赶出霍家，以后也不许踏进霍家半步。无知小辈，自寻死吧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跟我说。够了，也不需要什么手稿。家主昏迷多日，你只需要每日过来给他扎针，缓解痛苦便罢了。妈，我已经做出决定，事已至此，没有其他意义。我可以每日来为霍延清施针，但我有一个要求，往后除了家主夫人，这间屋子任何人都不得进入。凭什么？我可是我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只要家主能走得安详些就好。有我在，他不会死。只需7日，我会让他醒过来。我倒要看看7天之后你该怎么收场。好了，我留在这守着，你们都各自回房间吧。当初就不应该把这个孽障接回来。等等，你这小小的年纪又懂医术，是谁教的你？你师父又是谁？未曾拜师，我的医术是跟我父亲学的。难道他说的是他乡下母亲的在嫁之妇？也是，说不定是哪派中医世家的偏门徒弟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明州，你才多大，不去上学怎么行？不去，反正又活不过50岁，学什么习啊？不去就不去嘛，反正咱霍家有的是家底，到时候都给他用。我呢，也没多少日子可以活了，到时候花不完的钱呢，都留给他花。一群人没了心气，也没了骨气，怪不得苏家敢如此不把霍家放在眼里。我霍家后代绝不能就这样毁掉。儿子乖，你就当去学校玩，好不好？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今天你敢不去上学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去不去上学？我不去。霍昭，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先带弟弟去学堂了。哎，什么弟弟？走，我这太厉害了，竟然连明州这个混世魔王都能降服。儿子就是跟你学坏的。你说，你多久没去医馆了？我去，好，去，我现在就去，我去。连续施针7日，情况已见好转，不久后便能醒来了。无论真假，至少他能让家主缓解痛苦，这就够了。辛苦你了，霍昭。脉象果真平稳了不少。霍昭他真的如此厉害？难道
他说的7日之后家主会醒过来，也是真的。夫人，该用餐了。啊，好。好了，我们先吃吧。肉呢？为什么都在妹妹那边？妈怕你这样不健康，以后晚餐就别吃这么油腻啊。哎呀，我要吃，我要吃妈妈红烧肉。不要吃肉，我要吃菜。糖糖乖，你要听话，你多吃几块肉，妈妈就给你奖励，好不好？聒噪至此，成何体统？吃还是不吃？我吃。我不哭了，我好好吃饭。规矩都忘了。哎呀，这餐前把脉都是老掉牙的规矩了，10几年前就没了。你现在还把它翻出来干什么？规矩就是规矩，以前忘了，现在就要捡起来。我是你爹，不是你是我爹，还关起我来了？霍昭，你一个丫头装大人装上瘾了，真有人怕你不成？吃饭。就听霍昭的，其他人不准有任何异议。这些年来，霍家被其他的医学世家所排挤，不只是因为家族病逝，更是因为霍家的后人越来越不像话，将祖训和传统忘得一干二净。就听霍昭的。妈，那些规矩是老古董留下来的，都10几年没做了，怎么霍昭一提就要答应啊？我不做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以后就不要上餐桌了。好了，开饭吧。霍家唯一一个遵守祖训、明事理，竟然是个外姓。私生女，竟然敢教我做事，还让母亲训斥我迟早把你赶出家门。我倒要看看，你到底给爸用了什么歪门邪术。霍昭说过，时针期间任何人不得进入。妈，我可是爸的亲女儿，我就想进去擦擦身子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？我来吧，你走吧。明日是7日疗程最后一日，不可生出半点差错，否则家主会有性命之忧。你不是说7天就能让我爸醒过来吗？明天就是最后一天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今天我来给我爸施针，你不用进去。今天是第一个疗程的最后一天，非常重要。你骗得了我母亲，你骗不了我，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，难不成你比霍家先祖霍昭还厉害？多耽误1秒，霍彦清就离死更进一步。你敢直呼长辈名讳，以下犯上，我作为霍家长女，有权利教育你。把他给我关到祠堂去，不许出来。放开我，放开！爸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霍家没了你也不会走投无路的。把那医书卖了，都够我们全家吃好几辈子的了。我说放开！如果霍彦清今天醒不过来，霍家就要落入仇敌手中，你可担得起这骂名？那又如何？钱给够就行了呀。你看看我爸，潜心研究了一辈子，到最后还不是落得这么个下场。可他霍家艰难维持500多年，竟出此等不孝子孙。可怜霍彦清为霍家付出一生，却连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机会都要被自己的家人剥夺。我这都是为了我爸好，也真是愧为霍彦清的女儿。
他早走一天就少受一天罪。不好，今日是最后疗程，我若再不进去，霍元清这最后一口气怕是撑不住了。霍昭，霍家不欢迎你们这种人，只好把你丢出去等死了。是吗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是说了吗？不准你来你父亲房间里。妈，霍昭他就是个骗子。他说爸今天会醒，可爸到现在都没有反应。他要害死我们霍家，你们快点去拦住他！家主，家主，先祖显灵了，是先祖救了我。大哥，霍家现在怎么样了？大哥，你都昏迷3个月了，这刚醒来。家主，大哥，大哥是不是回光返照了？大哥是不是真的不行了？霍昭说过，家主今天会醒，真的醒了，那他说的话都应验了。尚有一线生机。大夫人，不好了！苏家家主带人闯进咱们家来了。什么？大夫人，苏某算着日子，今日便是霍家家主归西之日，特备了一口上好的棺材，给霍家家主收尸。让你失望了，我家家主很好，还活着呢。大夫人，霍彦清他是绝对活不过今天的。若你现在就将霍家家主的掌印和医书交于我，我苏家可保你们这些遗孤在剩下的几十年里安生度过。待此香燃尽，你自会转醒。我绝不会让霍家落入苏家之手。你们苏家100年前盗我霍氏医书，如今又觊觎我们家产，这般厚颜无耻，倒是一脉相传的龌龊。你们霍家总是装的清高，拿着先祖留下的半册医书当宝贝，却连半个字都参不透。大夫人，你不是霍家人，不必受那病痛折磨，可你总得为霍家这些后辈们想想吧。妈，我跟二叔本来也不想当家主，不如就给他们吧。好，就算霍家剩下最后一人，这医书和掌印绝不会落到苏家人手里。霍彦清，他绝对撑不过今天。我说的3更死，他就撑不到5更。这500年来，霍家历任家主的死期，我们可全都记在这儿了。霍彦清现在就算还有口气，今天必死无疑。谁说霍远清今日必死无疑？哪来的黄毛丫头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也配在这儿插嘴？一炷香内，霍彦清自会转醒。小丫头片子，霍家就是这么给你们灌迷魂汤的？你就是苏隐的后人？放肆！我苏家先祖名讳，也是你这黄毛丫头能直呼的？果然和苏隐一样，蠢笨如猪。你，霍昭，你疯了！今天就是爸回光返照，你这样口出狂言，辱没苏家，我们整个霍家都要跟着你完蛋！方才霍彦清醒转，只因霍心从中作梗，阻我为其施针治疗，以致气血逆行，所以这才昏厥。霍家的绝症，唯有我苏家这半册医书能解。就凭你们手里那些残篇断简，有个屁用！也配谈治疗？你那是什么眼神？爸，跟个小丫头生什么气呀？随他嘴硬，霍彦清今天必死，急什么？他连醒转的日子都算得丝毫不差，难道
他真的有办法治好霍家的遗传病。敢与我赌一局吗？赌什么？既然你们料定今天是霍彦清的死期，如若他没醒，那我们从霍家离开；倘若霍彦清安然无恙，那你们就把从霍家抢走的那半部医书还回来，跪在霍家先祖面前认错道歉。与其任人鱼肉，不如拼着一把。我同意霍昭的提议，苏宗旭，你敢不敢接住？妈，你疯了！苏家想要的是医书和掌印，现在你要拿整个霍家当赌注，这要是赌输，我们到时候连个讨饭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等死啊！没出息的东西，你真以为把东西交出去了，苏家的狼心狗肺，真的会留你分一杯羹吗？赌就赌，就赌大点儿。霍彦清今天要是能醒过来，我苏松旭就躺进这个棺材，让你们霍家派出去游街。南州，去盯着霍彦清，让他们霍家玩出偷梁换柱的把戏。父亲，霍彦清今天必死。等咱们拿到了那半部医书，到时候苏家就是100年第一世家。恭喜吧，得偿所愿！恭喜家主得偿所愿！苏家主，我现在就可以去拿，能不能放回头？别跟那个死丫头赌了，行吗？霍信，你既为苟活出卖祖宗，向仇敌屈膝。霍家养你多年，不如养一条看门犬。你住嘴！都是你害的！我投胎在霍家本来就够倒霉的了，你要死自己去死，不要拉着我垫背！你个贪生怕死的东西！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女儿？凭什么霍昭三言两语就相信他？我只是想活命，我有什么错？你为了活命，连家族都能卖！霍家养了你20多年，锦衣玉食的待你不薄，你竟敢对一个仇人摇尾乞怜！今天就是爸的死期，这是霍家的命，你为什么偏要讲？为了那点可怜的骨气，要我们全家陪你喝西北风吗？哎，大嫂，霍心他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不如就把东西给苏家吧，苏家也应该不会赶尽杀绝，是吧？霍家先祖代代被病痛缠身，却苦苦撑了几百年。你以为他们没有受过委屈，没有遇过绝境？他们拼了命守下的家业，凭什么要在你手里败光？你少在这唱高调！我愿意出生在霍家这个泥潭里吗？霍家给了我这副短命的身子，我花的价钱怎么了？都是他们欠我的！苏家主，不用跟他们废话，我这就去拿你想要的东西。你敢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死了，真的死了！大哥，父亲，半炷香时间到了，霍彦清已经断气了。好啊！脉象已稳，按理说他必定会醒来，难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不行，必须去看看。霍昭，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？把霍家搞成这样就想走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可是你亲生父亲，你就这么想他死？让开！我说什么来着？今天这个棺材带对了吧？派上用场了吧？这霍家这宅子气运太差，我们苏家不要。但是按照赌约，那霍家所有的人都要给我滚出去！来人，把这里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我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一个不留。是。不行，不行！哎，不行，不行！哎，不行不行！你们干嘛？来，不能打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大哥，竟然没死！来人，将这些不速之客都给我赶出去！这怎么可能啊！我刚刚明明看到他已经断气了。
这怎么会？如你所见，霍彦清安然无恙。苏家主履行你的承诺。没用的东西，好歹你也是学过医的，连人是死是活都分不清楚。此匾额乃我霍氏先祖手书，苏家主便跪在这匾额之下，向我霍家列祖列宗磕头认错。怎么，苏家这是要食言？等等，方才你说赌输了就躺在这棺材里抬出去，这话怎么忘了？别太得寸进尺！苏家主今日带人往我霍家送棺材，还在我霍家大放厥词，这才是得寸进尺，还是说苏家都是如苏隐那般言而无信主？苏家主，请吧。走啊！爸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要丢下我。你还有脸叫你爸？夫人，按理说我的病情已经不会再有好转，可我为什么还会醒来？是霍昭救了你。你说什么？霍昭？真是天降神灵，天佑我霍家。你大病未愈，不可过于激动。这些日子，我的耳边时常响起一个声音，原来是你呀！每当我因病痛苦万分，想要放弃之时，他告诉我霍家的处境，让我一定要醒来。治病救人，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有没有战胜病痛的勇气。霍昭，你真的有法子救霍家的这病？霍彦清病情未稳，此刻若把话说满，反倒容易引人猜疑。没有十足把握，但可以一试。你小小年纪怎么会懂医术？我从前跟着师父云游四方，治病救人，学了不少偏门的法子，救了许多性命垂危的病人，也只是照本宣科罢了。也好，也好啊，我们霍家还有希望，至少还有成事的机会。莫非上天怜悯我霍家，让我霍家出了一个如先祖那般的天才？是你让我成了爸妈眼里的罪人，你怎么可能有办法治好霍家的病？在你彻底站稳脚跟之前，我一定要把你赶出霍家。苏松旭竟有一天被一个孩子当众羞辱，这要传出去，我苏家的脸还要不要？那丫头到底是什么来历？父亲，我查过了，那个丫头叫霍昭，是霍启流落在外的私生女。按理说，霍彦清今日是必死无疑，霍家的那些庸才根本不可能有能力让霍彦清醒过来，肯定是那个私生女用了什么外门邪术。现在就怕那私生女的外门邪道真能救霍家，若真如此，我们的一切筹谋就都白费了。她的能力是真是假？抓过来一探便知了。霍家肯放人？父亲放心，儿子自有办法。霍心，你知道错了吗？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我没错。不让霍家人看看背弃家门、卖祖求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下场。今天就是给你个教训，以后再犯，霍家的祖训绝不轻饶。霍大小姐，我是苏南州，不知你现在方不方便和我见上？好，这就出来。
他们打你了？霍家家法严，挨打是常事，别管这些了。虽然苏霍两家世代仇敌，但霍小姐你是霍家的金枝玉叶，霍家家主对你的宠爱也是人尽皆知。怎么突然下这么重的手？定是有人故意破坏你和家人的关系。你真这么觉得？今天在霍家一见，我就知道霍小姐是脱俗绝尘的人，难怪让我念念不忘，所以这才冒昧。你不会怪我唐突吧？霍家现在的状况，要垮他也是迟早的事。要是我能嫁进苏家，也算是一个好的归宿。你都不知道我在霍家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尤其是那个霍昭，害得我被父母厌弃，被家人唾骂。有什么委屈都跟我说，或许我能帮你解决的。你真的能帮我？如果你能把霍昭带出来，苏家可以帮你解决掉这个心头大患。原来把霍昭交出去，是苏家愿意收留我的投名者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霍昭，你把我之前的手稿都做了批注啊？错漏之处皆已做了批注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。这年轻人啊，心思广泛，不像咱们啊，被这老法子给框住了。小小年纪能有这般见地，我们霍家可是出了个人才啊！霍昭啊，说不定将来这家主之位都该是你的呀！霍昭，你必须从霍家消失！这是苏家特制的毒药，无色无味，难以察觉，但能让原本的药材发生质变，中毒之人必死。想把霍昭赶出霍家，必须让他犯下弥天大错。我来给我爸喂药。爸妈，是女儿之前糊涂，以为退一步就能求全，低估了苏家的狼子野心。欣欣啊，你能想通就好，也不枉这些天你母亲为你夜不能寐，焦心忧虑一场。药要凉了，赶紧喂吧。对不起了，爸，你大限已至，即使现在强撑，也不过能撑个10天半月。我不能不为我的以后考虑。家主！霍昭，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他刚喝了你的药就变成这个样子，你想害死他吗？怎么会？药材都是我从霍家药房领来的，药方也是经过家主和夫人看过的。少在这装模作样，药是你配的，是你亲手端的，不是你害的有谁？妈，霍昭行迹可疑，现在必须把他查清楚，不能再让他害我爸了。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做的，那药罐里还有剩下的药渣，拿出来验一验，自然能还我清白。这些药材确实是方子上写的。啊，妈，这药有问题。你何以笃定是我要害家主？那还不是因为你无能。吹牛皮说能够治好我爸，现在没法收场，就只能下毒。我若真想害他，此刻他早已气绝。夫人，我感觉胸口堵的气顺了不少。因为刚刚的药没有问题，所以才能将你胸中淤血清除，而真正的毒药在那碗底。怎么会？霍心了，你以为所谓的毒药，其实是我给你父亲配的解药。你以为你动了我的药材，我看不出来？他带毒来害家主，我便将计就计，将那下了毒的药涂在碗沿上，到头来毒药受热进入了皮肤，只反噬了他自己。此毒乃苏家独有，解药亦唯有苏家可用。你不认也没有关系，待毒性蔓延全身，暴毙而亡，恐怕就晚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？
想去苏家讨解药？你真以为苏家会把解药给你？苏家的毒药为何会出现在霍家的药房？是他们将毒药给了你。妈，女儿是被人胁迫的。我要是不这么做，他们会要了我的命。女儿也不想这样，求你们救救我！你怕死，所以才害了你父亲，也要毁了整个霍家。你这样的人，死不足惜。其实，你不是我和你父亲的亲生孩子，你和霍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你所畏惧的家族病根本不会在你身上发生。怎么可能？妈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能不是你和爸的亲生女儿？你父亲受遗传病所害，我们不想让自己的亲生骨肉再遭此罪，所以从来就没有亲生骨肉。直到20年前那天晚上，雨天路滑，慢点走。这小孩怎么遗弃在这儿了？老长，夫人，这孩子与我们有缘，他这般可怜，不如我们收养了他吧。没想到，我们竟养出了一个想杀害养父的白眼狼。霍心，你走吧，霍家与你从此恩断义绝。你帮苏家害你父亲，可曾想过，苏家无情无义，利用完你之后便会弃你如敝履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有办法救我，对不对？我求求您救救我！当年是家主与夫人救的，此刻救不救你，该由他们定夺。妈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！霍家，医者仁心，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的。霍长，你给他解药吧，我只把你当成一个普通病人来医治。等你毒解，自己离开霍家，把他带出去吧。家主，你说我是做什么孽呀？本来想着我们能收养霍心，便把这霍家交给他，也就断了咱们这霍家的100年之病。可没想到，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就错了呀？不是，这不怨你，是霍心他自己经不住诱惑。现在霍州回来了，他不是说我们霍家还有一线希望吗？家主，家主夫人，你们放心，这病我一定给你们治好。夫人，你当真要把霍心赶出家门吗？我是担心。你是担心他被苏家所利用？此事倒也简单。你有办法？霍心此时才得知自己的身世，定然还不知未来该何去何从。想必家主与夫人对他还有感情，那咱们不妨趁这一次磨一磨他的心性。也好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就看他是不是能改过自新了。此事还需二位配合。怎么，你是要我感谢你，还是专门来嘲笑我的？家主和夫人说，你要是没事就可以走了。霍长，你终于得逞了，你就是要把我们一个一个全部都赶走。趁我爸得病，霸占霍家的家产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以如此愚蠢的偏见猜疑，无可救药。你可以留在霍家，看看霍家是否会像你预测的那般走向绝境。说的是真的，我爸妈不赶我走了，但你在霍家再也不是霍家大小姐的身份，而是霍家宗祠的洒扫女佣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想走，霍家也不会留你。计划失败了。霍大小姐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合作。苏家可以保证，事成之后，未来的霍家家主之位非你莫属。
你想要什么？霍家先祖的药方。夫人呐，霍信这几天怎么样了？不吵也不闹的，每天按时给祖宗上香。霍昭这办法呀，还真是有效果。我就说嘛，这要好好教育，还是个好孩子嘛。你看看人家霍昭，从小吃了苦，现在多懂事。霍昭是懂事，他可是我们霍家的福星啊。对了，霍信官在祠堂也有10天了吧？咱们准备什么时候放他出来啊？才10天你就不忍心了？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人的转变一时看不出，且看他长远如何。我一直有些事想问你。你说你小小年纪，有时候甚至比我们这些大人都要想得更深刻一些啊。我在书里看到的，照本宣科罢了。我还有事要忙，先告辞。去吧。这孩子呀，有时候成熟办事儿，我都忘记了他实际年龄。霍昭这孩子，想必以前在外面吃了不少的苦，咱们霍家可不能亏待他呀。因为一个小小的霍昭，霍大小姐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。我不是霍家的血脉，在他们心里肯定比不上霍昭重要。这样自怨自艾，可不像你的作风。想办法取出霍彦清的指纹，这样苏家才能帮霍大小姐顺利从保险柜里拿出医书。如果这次和苏家合作顺利的话，苏家必定会帮你夺回本属于你的一切。需透营转气，凉血瘀散，解毒泻浊，以此顺序医治，不出3月便可药到病除。爸，您身体好些了吗？我给您做了汤，听说对身体很好，您要不要尝尝？霍心，你还会熬汤？我可记得你连厨房都没进过。我特意跟家里阿姨学的，失败了很多次呢，但是我特意尝过了，这碗味道很好，您要不要尝尝？霍心好像是变得懂事了。爸，汤已经不烫了，您尝尝吧。啊，差点忘了，爸的所有饮食都要霍昭妹妹亲自过目的。妹妹，你看看这汤怎么样？能不能给我爸喝？无妨。欣欣啊，谢谢你啊，你还是第一次做东西给我吃啊。爸，以后我多学点，你想吃什么，我都给你做。霍心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妈，我只是熬了汤给爸送过来。不需要你做这些，拿着东西给我出去！夫人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也是欣欣的一片心意嘛。他之前对你做了些什么，你忘了？妈，这汤霍昭看过了，没有问题。我已经反省过了，之后不管你们愿不愿意原谅我，我都会留在霍家，好好孝顺你们。爸，汤已经凉了，我明天给您重新做一碗。妈，这些天您忙着医馆的事情，又要顾着我爸，您注意休息，别太累。女儿先走了。夫人，你说你，我看欣欣现在态度变得很好的，就算一时想冷落她，起码给她点面子呀。霍昭说了什么，你都忘了是吧？其他的事你都可以冷静对待，怎么一提到霍心，你就不清醒了呢？也是，为了能让欣欣变好，这件事以后都听你的。现在身世大白，所谓的父母也只会站在霍昭那边，将我像落水狗一样赶出霍家。霍昭一日不出，我在霍家便没有立足之地。大小姐这些日子一直在没日没夜的学做饭，说是想要多学习，给家主做营养餐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么晚还没休息？你在给你爸煲汤？
这是我新学的口味，以后我多学点，每天换个方案给他做，这样他不会腻，营养也跟得上。味道不错。妈，真的吗？那我给您盛一碗。不必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不然你在这儿，赵管家他们没办法下班。对不起啊，赵管家，是我太自私了，没注意到你们。不，这是我们应该的。看到大小姐如此的孝顺家主与夫人，我们也跟着心里高兴啊。这往后做事啊，要顾全大局，不能只顾自己，只看着眼前利益。是。就算你再有孝心，也不能熬夜呀，也得照顾着自己的身体。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来厨房给你爸做营养餐。妈，您同意我见爸了？您不怪我了？如果以后你再敢动什么歪心思，这个家指定容不下你。妈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当个好女儿，好好孝顺你，不会再让你跟爸伤心了。味道不错嘛。您喜欢就好。霍昭妹妹是来给我爸治疗的吧？那我先出去，不打扰你分心。也好，欣欣啊，你先出去吧。好。看来家主和夫人对霍心已经放下心里的芥蒂了。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他现在的改变也很大嘛。若抛开霍心是你女儿的身份，换做旁人，犯了如此大错，家主该如何处置？自然是赶出霍家，永不来往。但霍心不一样，他是我一手养大的，他怎么样，我最清楚。既然家主和夫人决定如此，霍昭也不再多说什么。我也相信，霍心姐姐以后会孝敬家主和夫人的。霍昭啊，我的病能不能好，我没有把握，但霍家不能后继无人呐。家主的意思是想把霍家交到霍心手里。之前隐瞒霍心的信息，就是怕他担心，认为自己是霍家的外人。现在他已经知道了真相，还能把霍家当成自己的家，他或许就是霍家的希望啊。家主不必担忧，你的病情已经好转许多，继承之事不必急于一时。霍昭啊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多撑这些时日啊。家主不必客气，霍昭还是要多嘴一句，继承之事还请三思。人心莫测，有些裂痕是无法弥补的。霍昭去为家主配药了。霍昭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。虽然现在病情稳定，但几百年来霍家族人无一人逃过命运。我真的能撑到霍昭长大吗？是我拿到了，你什么时候来取？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霍家上下一个猝不及防的惊喜。啊，霍昭，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我正要去药房，姐姐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就是出来透个气。你刚刚这样啊？我还要给家主煎药，先告辞了。他刚刚没听到什么吧？惊喜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霍家上下一个猝不及防的惊喜。他要准备什么惊喜？莫不是他跟苏家还有什么联系？如今家主和夫人都对他放松警惕，若他真想做什么坏心思，便是他最好得手的时候。不好，
这2天我们好好准备一下，来个生日惊喜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惊喜？哎，霍昭妹妹，我们准备给爸一个生日惊喜。霍家好久没热闹了，也想趁这次让爸好好开心开心。生日惊喜？过2天就是我爸的生日了，我们想趁这一次给他好好庆祝庆祝。霍昭，你跟我们一块儿准备吧。霍昭，等我取到医书，有了苏家的助力，我就是霍家名正言顺的家主。到时候，我现在所受到的屈辱，必将100倍偿还。我还要去给家主看诊，就不跟你们一块儿了。哎，不耽误，不耽误。来，走。赵管家，咱们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烟花。给我爸准备烟花、气球，还有他喜欢的烟花，咱们全部都可以安排上，让他高高兴兴的过这个生日，让咱们霍家也好好热闹热闹，对吧？放心，小姐，包在我们身上。老天爷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想必是为了让我弥补那些疏忽吧，免得给霍家带来麻烦。只是，霍心作为霍家的继承人，他当真靠得住吗？这霍家真的能交到他的手里吗？他确实还需要一段成长的时间，所以要人能管束他。你是说霍昭？可霍昭那孩子年龄还小，这么大的责任，他能行吗？但他明辨是非，立场也足够坚定，有他在旁辅助你啊，肯定能把霍心管教好。大夫人，可否帮我个忙？何事？遣散家中所有女佣。饭菜还没做好吗？今天好像一个佣人都没有看见，一个个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难道是放假了？和大家说件事情，我已经遣散了除管家以外的所有佣人。遣散？霍家祖训，事必躬亲。若连日常生活这种小事都要他人代劳，那与废人何异？又是你的主意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以后这家里没人做饭了？往后家中事务不分男女，皆需共同承担。我们根本不会做饭啊！不会做，就去学。这个做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哎呀，咱们霍家呀，都沦落到遣散家佣、自己动手的地步了。哼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能让人笑死。霍家本就今时不同往日，夫人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。况且咱们从前本就不插手霍家经营，想必其中有很多难言之隐，她不方便告诉我们吧？说的好听，你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，你会吗？不会就学呀。霍昭小小年纪就能精通医术，难道咱们还不如一个孩子不成？你老婆已经学会好几道菜了，你就别抱怨了，干活吧。得嘞。哎，家主的病情还需2个疗程便可大好。家主，现下感觉体内情况如何？我感觉五脏六腑的疼痛得到了缓解，最近也能很快入眠。夫人，现下可以带家主下床走动了，出去活动对他身体恢复大有益处。真的吗？霍昭，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我这身体的主人一直在乡下服侍母亲，怎么能让医好不治之症这种事听起来合理？我从前遇到过一位江湖游医，我遇到他那年他已年过90，双目失明，但他曾给我提过医药世家霍家的病症，并且提出过治疗方案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尝试，他便已归西了。竟然是这样，霍昭，你真的是我们霍家全族的希望，是我们霍家全族的救命恩人啊！夫人言重了，现下家主的病情无需担心，只是有一事，霍昭想提醒二位。
霍心，霍心，我知道霍心最近表现极佳，但二位可曾想过，短短1月，霍心怎会有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？我也怀疑过，所以我派人暗中盯着他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下，他从未出过房门。霍昭啊，会不会是你想的太多了？虽说霍心比较顽劣，我和夫人从小对他十分宠爱，以前做事也受到了惩罚，受到了惊吓。我想，他不应该再有害人之心了。更何况，我们是他的父母，虽说没有血缘关系，他怎么会一次次对我们下毒手呢？我最担心的便是此事。我怕霍心利用二位对他的期望和信任，隐瞒自己的阴谋。毕竟，现下若家主出事，最大的受益者便是霍心。霍昭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多加小心的。眼下家主痊愈在即，万不可让霍心再生事端。就算他诚心害我，那也是我的报应，但这一次绝不轻饶。谁？近日天凉风大，应提示大家注意调养。谁？那家主病情即将好转，万万不可出任何差错。霍心此人必须多加留心。这就是全部了吧？啊，哥哥，那是姐姐吗？那是苏家的人。发给妈妈。怎么样？干得不错。还真是没让我失望。也好，本想等家主病好再解决苏家。霍心这么做，倒是帮了我。霍昭，你看，这个是晚唐和明珠那2个孩子拍的。这霍心太让我失望了，他果真与苏家勾结在一起，此人我断断留不得。家主病情不日将痊愈，操之过急反而不好，不如将这段时日的治疗暂且放一放。大夫人，陪我下盘棋可好？下棋？上一世我撰写医书时，故意在医书上下部中藏了相斥的几种治疗方式，说照本宣科，治疗只会起反效。苏家夺走一半尚且可以无视，但若上下部合并，只是自掘坟墓。我都说了让你找机会出来见我，干嘛非要让我扮成这样进来？最近霍家看我看的严，我不方便出去。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指纹已经复刻好了，就在这箱水果的最底下。打算怎么做？过几日就是霍燕青的生日，我会找机会让家里乱起来，趁乱下手。这些日子我在霍家遭受的一切，我会全部还回去。那苏某在此祝贺霍大小姐如愿以偿。那是谁？为何出现在我家后院？啊，他就是来送货的。最近家里不是遣散了佣人吗？所有这些小事情都是我在做。啊，东西已经签收了，你可以先走了。辛苦你了，快递小哥。站住！自家主生病以来，大夫人明令禁止外人入内。就算是快递员收货，通常只是放在大门外。为何这次偏偏送到了我家后院？你到底
是神。他真的只是个送货的，不信你看。送快递的，为何如此鬼鬼祟祟？我知道，因为之前的事情，你对我可能还没完全打消怀疑，但现在我们一家人彼此信任，我也只想好好孝顺我爸妈。你不是还要给我爸去把脉吗？你快去吧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看来是我多想了，霍心姐姐，对不住。我能理解。既如此，那我先去给家主把脉了。啊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姑姑，一会儿你去看一下气球还有多少。好啊，小玉，一会儿你再检查一下，看它布置怎么样了啊。好，大小姐，老爷知道您花这么多心思，肯定会很感动的。之前是我不懂事，让大家给我操了不少心，现在也是我回报大家的时候。嚯，这么热闹的啊！嘿呀，大嫂不是说今年大哥身体不适，不办生日宴了吗？你们这是？我妈是这么说，但是我爸的病不是越来越好了吗？咱们霍家也该庆祝庆祝。应该。哦，小姑，我爸妈还不知道，我这也走不开，你要不帮我去请一下他们？咱们欣欣啊，是真的长大了。好，小姑现在就去帮你通知他们。还是我去吧，你们忙。谢谢二婶。好了，那我也来帮忙。好戏要开场了。等霍大小姐成功，我们苏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到时我们两家强强联手，将霍家老祖留下的医术合并，世上便再无人与我们匹敌之辈。今晚，等我拿到医书，苏家会扶持我坐上家主之位，到时候我要狠狠打他们所有人的脸。霍昭，先别过去。为何？欣欣，夫人说，如果没有霍昭的允许，老爷不会轻易下牢，怕影响病情。霍昭妹妹，治疗结束了，我爸怎么样？很快便能痊愈。太好了！几百年都没人能治好的病，你真能治好啊！二叔，霍昭可是您亲女儿，您怎么能不相信她呢？对，霍昭妹妹，我这些天一直在给爸准备生日惊喜，你不是说他快痊愈了，应该能下地走路了吧？我们要不一起请他们过来？妹妹，爸妈对我还心有芥蒂，他们现在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你要是过去，他们一定不会拒绝的。霍心为何突然对我如此亲近？其中必定有诈。我理解霍心姐姐的一片孝心，可大夫人说了，免了今年的生日宴，姐姐这是要忤逆父母不成？家主的病不日便会痊愈，到时候再办也不迟。我准备了这么久，妹妹不帮我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挖苦我呢？霍昭，霍心对这个生日惊喜这么用心，你就帮帮她吧。昭儿啊，你看我们这也等了一天了，要不你就跟霍心一起去把你大伯请过来吧。也罢，只是下个楼，想来不会有什么大事。好吧，真的。家主、夫人，家主如今身体也有大好之势，趁此下楼散散步，对身体有利。散步是吗？霍昭的话肯定不假，爸都在床上躺了这么久了，也该下地活动活动了。也好啊，我也想透透气啊。爸，我去给您拿件外套。霍昭，这大晚上的要出来散步，这家里人都去哪儿了？怎么连个灯都不开呀？刚刚还开着的。
大哥，生日快乐！这都是你们为我准备的。是星星准备的。哎，他人呢？不好，野树肯定被霍星偷走了。什么？不急，他会回来的。父亲，有了这医书，我苏家的一界便无人能敌。恭喜父亲达成所愿。苏老先生，我为了帮你拿到医书，探出家门，现在我要的或是家主之位。一个连自己家门都敢背叛的人，我苏家怎敢留你？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！这半部医书是我苏家自己研究出来的，跟你能有半分关系？言而无信，你们就不怕我告诉霍家吗？你把整个家族都出卖了，你现在回去，他们哪个不恨你？拖出去，我看着碍眼。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说了吗？霍家大小姐暴毙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昨天晚上。但霍家只传出了霍家大小姐暴毙的消息，说从此世上再无此人，连葬礼都不打算办。什么？这霍家也太狠心了吧！是我太傻，竟然相信苏家的话。霍家该彻底消失了，真是抱歉了，霍家主，吴某又不请自来了。有脸说，霍家主，我苏家后代已经钻研出另外半部医书，不久后便可凭此医书制药上市。你们霍家要想活命，可以跪下来求我，我把药卖给你们。恐怕不能如你们所愿了。我们霍家已经找到了治愈之法。我说霍家主，你还要逞什么强？霍家早已不如当年。你们一群废物拿着霍家这么好的资源，几百年了，却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，其实根本就没什么本事。不如把东西给我们，让我们拿着这些医书和资源救更多的人呢。你们苏家医馆是出了名的唯利是图，有多少人的性命都丢在了你们见利忘义的苏家人手里，恐怕数也数不清了。你够了！薛会长，霍氏夫人，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，不得无礼。我今天来挑战你们霍家，我要你们霍家众人当着医学界所有人的面承认，输给我苏家。你笑什么？我是在笑，霍家竟已成为苏家心魔。即便你们得到了所谓的医书，却还是需要得到我霍家的认可。我这个女儿口齿伶俐，这几分聪明劲儿，倒是随了我。黄毛丫头，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今天我要让你们霍家死得很难看。根据海城医药协会的规则，若你们霍家后人无能，便可有其他有能力的家族接手。霍家主，霍氏既然加入海城医学会，就要遵守学会的规矩，不能坏了这个风气。我们家主身体已无大碍，就没必要让一个外姓人替我们霍家做主。医学界向来以实力定生死。会长，若我苏家的实力碾压霍家，协会能不能做主，把这霍氏医馆的经营权归我苏家所属？不可！我霍家虽然受市集所累，但也不是任人宰割者。我霍氏医馆要向苏家发起生死擂。大哥，大哥，好，今天我做主，这生死擂谁赢了，霍氏这个招牌就归谁。什么是生死擂？
这生死类是海城医学行业最残酷的机遇挑战，不论资历，只看实力。这赢的会获得相应奖励，这输家需自毁双手双目，念的庸医，贻害苍生。怎么样，苏家主，你是敢接还是不敢接？你觉得我会怕你？是时候让你们这群鼠辈见识见识我苏家真正的实力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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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走。第一局已是中医基础，针灸需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诊断，利用针灸加以有效治疗，用时短且见效快者胜。杨欢，进来吧。巧了，巧了，我外孙女年方20，就已经获得华夏岐黄针灸盛典金奖。清欢的灵枢九转针法能在10秒钟内帮助患者解决病痛。霍家主，这第一局要派谁出战啊？霍启、霍叔二人医术尚浅，当真能与如此境地较量吗？我说霍家主，你是个有风骨的人，我可以保你不受自毁双手双目之苦。比赛尚未开始，你怎就认定我霍家会输？这一局，我跟你比。你，外公，霍家自知比不过我，居然派一个私生女来跟我比试，这不摆明了要羞辱我吗？大哥，要不让我去吧？我拼尽全力一试，或许还有赢的机会。若是让霍昭这女娃娃上，这一局我霍家就派这女娃娃出战。我说霍家主，我看你这是怕自己输得太难看，给霍家找个台阶下呀。胜负未定，苏松旭，你怎知你的外甥女就一定能赢我霍家的女娃呢？霍昭啊，放心大胆去。一个乡下孩子，怎么可能会懂医术？这局霍家输定了。霍家派一个私生女来对抗苏小姐这样的针灸高手，这不是以卵击石吗？我说，你们老霍家是有多缺人啊？连这种私生女都能在这种决定家族生死的场合下说话了，哼，真是笑话。哎，我说你们找的这野种，是不是就为了这一天献祭用的呀？啊？景欢，记住，无论他们派谁，你都只需动动手指，就能赢得这场比赛。喂，小丫头，别怪我欺负你啊！多少人想跟我比试都没有机会，你输给我不亏。少废话，开始吧。第一局，比赛开始。此名患者身患癌症，求医无果，月末只有2个月寿命了。谁的方法能减轻患者病痛？3、2、1。太快了啊！太快了！是啊，哇塞，竟然也能轻轻找到穴位，这是何等的熟练啊！哇，这时间都过去了好几十秒，这霍家这小丫头怎么还不急不慢呢？是啊，就是。这可是我在另外半侧医术上学的完整招式，你们霍家拿什么赢我？这赢得也太轻松了吧！真落神庭定9招。这怎么回事？快，速
速马战，用真穴位倒行逆施，针法相冲，生极根本。这样下去，怕是单程而亡啊！你们看，霍昭这孩子要失真了。啊！哎！哇！脉象居然平稳了！我居然会输给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是按照医书上记载的来施针，不可能出错的呀！真是鬼斧神工啊！小小年纪，竟有如此精绝的技法，银针腾空，宛如游龙，这难道是仙法吗？不，他刚用的是霍家失传已久的绝学——万龙化针。我也是只在书中见过，这第一次现场所见，真是惊为天人啊！装神弄鬼！这万龙化针妙就妙在以银针化龙，这患者体内病气啊，化成黑雾，从毛孔溢出，银针逐渐变得乌黑，实在是针到病除啊！我宣布，这一局霍氏医馆胜！好！承认。这万针化龙，不是在霍家医书之中吗？若上下两部没有合并，100年来都未曾有人参透，他怎么会这招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我只是霍家最不起眼的一个晚辈而已，竟然把苏家家主震慑到了。黄毛丫头，好大的口气！待会儿霍家输了，我看你还说不说得出这样的大话？这个野种竟然使得出医书上的技法，难道霍家真找到了活命之法？如此，那就趁其未成器呀！今天要拿下霍氏，才能巩固苏氏地位。是。哼。第2局比试题目：炼丹。这丹药会考究火候，所以这局比赛啊，就以丹药成型和疗效这2方面来做评判标准。请2位挑选人上台吧。这一局我来。苏家大少，这可是炼制丹药的高手，炼得9转续命丹。听说这9转续命丹曾救得我大夏国国主一命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才叫真正的实力。咱们这局谁上呀？跟苏南州比，咱们这局胜算不大呀。大哥，让我上吧，好歹我也是霍家的后代，得到过父亲的真传，霍昭一个孩子都能毫无畏惧，我是他爹，我还能不如他吗？这一局我上。爹，不要轻敌。放心吧，爹这就给你打个样。这一局要是输了，我们的处境就更危险。这局必须赢。比赛开始。药材也分阴阳，苏家长子此举不错，可霍启如此不分先后，不分药性，最后炼出的丹药也只会是毫无作用的废物。药材入炉中，随意我来攻。掌控温与烈，丹成在天宫。霍家医书中
也有100年前留下的不少糟粕，竟也被他背了下来。如此照本宣科，必输无疑。霍奇虽习读医书，但从未深入研究，此局怕是危险了。苏家大少的炼丹炉里，竟透出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。苏家大少可是炼丹高手，他的丹药要么延年益寿，要么救人性命于绝境。咱们多闻闻，肯定对身体有好处。你看霍家2少的炼丹炉，半根香过去，没有半点动静，他能行吗？难不成霍家要使什么新奇招？看样子这炉丹药是废了。选药精选无杂质，丹炉预热，起丹图，水火相调，分文武，丹成圆满，莫轻忽。也不知道他这榆木脑袋能不能听懂。他在背什么？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反正都是书中教的。此物一放，丹炉内五行相克，必然导致丹药失败，甚至引发丹炉爆炸。霍虚，住手！霍虚，住手！啊！应该没什么大事吧？都是照着书上来的。这是在做什么？苏家大少是不想让我们闻吗？这是锁气，用可清外界浊气的植物覆盖在炼丹炉之上，可保炉内五行运行稳定，锁住炉气，以防药气流失。乡下小孩懂得倒是挺多呀，看来你们霍家这后辈也不全是废物，只不过是良莠不齐罢了。哼，第2局比试结束，双方依次把炼丹炉都打开吧。这是九转续命丹，不错，只不过是炼制有限，这只是最简易的版本，不过用于寻常疾病足矣。此丹丹心圆润，表面光莹，仿佛一块上好的羊脂白玉。这周身没有一丝瑕疵，仿佛蕴含着无限生机。这是精妙的火候控制才能达到的效果。我倒是很好奇，这霍家老二做了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？苏少，你的丹药。我这明明都是按照书上一步一步来的呀，这怎么？霍少，你连炼丹的基本入门钩都没有，你还敢上来打擂？你这是对医学的不尊重，你是把擂台当儿戏。你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最后一局生死局，题目是解毒，双方各自派1人上台打擂。最后一场，我苏家赢定了。我是医馆，今日必是我苏家的囊中之物。比试还没开始，大话不要说太早。霍夫人，我很欣赏你的自信。你想不想知道我的最后一张王牌是？准是素月。不错，正是万古十月君素叶，出生于永都世家，后来拜入苗疆古婆门下，至当今
当之无愧的毒王。用毒世家，何时出现了这个姓的家族？听闻素叶13岁那年，家族被神秘组织灭门，他凭借毒计巧妙夺过一剑，只是没想到素叶竟然投靠了苏家。那这么说，这一局是不是没有说算？霍家主，我劝你们还是趁早认输吧，让我们向后做我霍家遗书才能苟活至今的苏家认输。简直是笑话！第3局，双方去各自给中了蛊虫的白兔解毒，不限药材和解毒方式，先解毒者为胜。家主，这局我上。霍掌，我知道你能力超群，但是终究你刚回归霍家，这局关系到霍家的存亡，我不能让你承受这一切。夫人，这局我上。会长，这是霍家与苏家的恩怨。霍夫人本姓沈，她这个外姓，有资格站在这儿吗？这怎么？苏家家族只认姓苏之人？难道你母亲嫁到你苏家以后，连自己本家都忘了不成？无论是哪个家族，想要延续香火，靠的只能是我们这些外姓女人。怎么，苏家是那种仅仅因为姓不同，就把嫁进苏家的女人全当成外人的忘本的家族不成？哼，好一张厉害的嘴！不知道我输了，你们霍家全族自毁双手、自戳双目的时候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说出这篇长篇大论。第3局，比赛开始。霍夫人所取用的虽都是解毒药材，但对这蛊毒无用。蛊虫之毒与寻常之毒不同，需先将毒制住，再汇聚一处，最后用烈性药材将毒逼出。他这是在用药材摆出解毒阵法。此法虽能逼出蛊毒，但演的是在场众人的气，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，好恶毒的手法！撤退，以免受伤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三脚猫的功夫也敢跟素叶比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连霍家人都算不上，当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医术。我用的都是上等药材，竟然毫无作用。霍夫人清楚，此举无用。夫人，霍夫人这是要将蛊毒引到自己身上。为保全霍家，这一局我定不能输。夫人，不要啊！霍夫人这是以自身为因解毒，可中了蛊毒之人活不过1天，这……霍夫人此举当真是打了刚刚以外姓为由嘲讽之人的脸。苏叶的毒好像都要解除了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。看来今天霍家的医馆是要拱手让人了。大嫂，没想到100年之后，霍家还有如此有血性之人，不惜用自己性命保全全族，这是何等大义！放心，有我在，霍家绝不会出事。自取灭亡。不好，夫人这是中毒了。会长，夫人，比试尚未结束，你可得站稳了。他这是在为我渡气解毒。夫人不必担心，有我在，此局不会输。蛊毒已减，竟然如此之快，真不愧是万古十月君啊！这白兔也恢复了活力，像是没中过毒一般。霍家解毒
竟将毒以相自身，现下性命难保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胜负已分，宣布吧。我宣布，第3局苏家胜，这霍家医馆归苏家所有。哎呀，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们，什么擂台赛都是多此一举。霍家如今的局面根本不可能比得过苏家。霍家今天必将归我苏家所有，所有人自戳双目吧！霍夫人，刚才你不是还挺狂吗？现在怎么不敢说话了？愿赌服输，赶紧履行赌约吧，然后带着你们霍家的这帮废物给我滚出去！难不成百年医学世家霍家，竟都是一群没有种的人呐？愿赌服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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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主，对不起，霍家的列祖列宗，是我无用，将霍家百年医馆输给了仇敌苏家，我死有余辜，无颜面对霍家的列祖列宗。家主，对不起。夫人，谁说我们输了？霍长，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，可是我们输了就是输了。我们霍家言而有信，愿赌服输，别害怕，家主一定会保全你们这些晚辈的。不是，我是说他这兔子的毒没解干净。什么？黄毛丫头，说什么胡话？霍家这是不想接受这个结果，胡搅蛮缠是吧？你自己看看你的兔子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用药材摆阵，引在场众人之气来解这兔子身上的蛊毒，以为无人察觉，此法极度损害被引气之人的寿元。你为了获胜，竟当真不顾他人性命。什么？他损害了我们的寿元？怪不得我刚刚忽然感觉身体不适，原来是他在搞鬼。不过你们不用担心，他的阵被我拦住，我们霍家人未被其伤害分毫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原本要聚的气不够，所以这毒解不干净。我居然被一个黄毛丫头看穿了，那我修仙这么多年，岂不成了笑话？而这只兔子体内的蛊毒被禁术引到了霍夫人体内，毒已解清，会长可自行查看。果真如此，那这一局应该是霍家胜。不可能，苏叶，你不是毒王吗？我花重金把你引入苏家，还给你看了你一个外人不能看的医术，你竟然就这样输给这个女人了？你快想办法挽回一切！胜负已定，已成定局，我心服口服。愿赌服输，苏家主。你们自行解决吧。霍长，你竟然识破了毒王的招数，你真的是我们霍家的救星，你是我们霍家的救星啊！霍夫人，你体内的蛊毒已被我渡气解清，你身体承受蛊毒，不宜过于激动。大师，你小小年纪，竟然能识破我数10年的绝技，霍家真当是卧虎藏龙啊！我也并非愚笨，求你收我为徒啊！真是活久了，什么都能见到。毒王居然拜一个乳臭未干的晚辈为师，我曾被徒弟背叛，从此便立誓不再收徒。若你真想拜入霍家，也要经过考核，要从最基本的洒扫做起。你可愿意？愿意，我愿意。只要能学到真本事，让我当牛做马，我也愿意。哎，你们几个干什么呢？还磨叽什么呀？是不敢履行赌约了吗？霍家主，今日之事都是我独有冒犯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向真心仁厚，宽宏大量，求求你给我们苏家一条生路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求你了。苏家主，医者仁心，我霍家德行仁厚，不会把人往死路逼，但以后苏家要归还我霍家的医术，还要从医学界永久出名，不再沾染岐黄之术。
你们走吧。爸，外公，不少，苏家手握遗书，你竟然有办法赢过他们，仿佛对遗书中的每个字都熟读于心。你可以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只是爱读医书，略懂些变通罢了。爸，你们输了，难道真的要把医书还给霍家吗？不，那就立刻从遗书中整理药方，交给制药工厂研制出一批丹药。就算霍家拿回遗书，估计是我们是父亲。苏氏医馆特效药即将上市，现在预购仅需5万元。苏氏真是毫无道德底线可言，连别人救命的钱都赚。同为医者，我真是替他们感到惭愧。家主，请您将这些药方交给医疗机构，供于研究新款药品。这不是医书上的疗法吗？非也，医书上的药方乃几百年前有其落后之处，一味守旧，只会固步自封。这些日子，我参考了现代医学，自己钻研出了这药方。若我们的更早上市，那这些患者的钱就不会落到苏家手里。好，我马上交给医疗机构，让他们加快研究。苏氏医馆因出售高价药品被调查，面临破产。或是新款特效药上市，价格亲民，众多患者线下排队购买救命神药。没想到最后我身患绝症，还是霍家救了我。霍家100年之病已清，以后大家要遵循祖训，用霍家医术救治天下众生。医者能自缢，命运可重写。爹娘，霍家的列祖列宗们，霍家，我守住了。